如果你所看到的世界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呢？你眼中的街道、城市、人群与日常，看似真实，却也许只是表层的影像。真正的秘密不在遥远的星系，也不锁在某个高墙环绕的金库，而是直接叠加在你正生活的此刻。你每天都走在其中，却浑然不觉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日常的对话、选择，甚至所谓的巧合，其实早已被你无法看见的力量所编织。你被教导去忽略它们，被训练去相信眼睛所见就是全部，而在喧嚣与规则的背后，却潜藏着一个微妙而真实的场域。它无声震动，像背景乐般一直存在。那里，时间不再是直线，机会自动对齐，事件精准得不像偶然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察觉，因为他们被教会，现实只有一个版本，那就是艰难、竞争与努力。然而真相很简单，却足以颠覆一切存在着一个维度，它不遵循你以为绝对的规则。你最熟悉的是所谓的第三维度，这里的逻辑建立在分离的认知上，你是你，世界是世界，两者分明。时间在一条笔直的线上向前流淌过去，被切割在身后，未来在遥远的前方。而在这条直线上，所谓的成功被定义为不断追逐、不断奋斗、不断用努力去换取回报。于是你被教导要设定目标，要分解步骤，要日复一日地投入精力，似乎只有这样你才配得上收获。可现实是，绝大多数人都困在这种逻辑里，无止境地追逐，无休止的比较，用疲惫和焦虑来衡量进展。这种思维模式让数十亿人困在同一个循环中。有人为了工作拼命，结果一生都在还贷；有人为了成功努力，结果几十年后才发现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转。第三维度的规则把无数人锁死在一场游戏里，竞争有限资源，追逐稍纵即逝的机会，把生命消耗在努力的幻想中。而你之所以从未质疑，是因为你被训练去相信这就是唯一的现实。但总有一些时刻，你隐隐感觉到不对，比如你心里想着某个人，结果他就打来了电话，你渴望的机会恰好出现在眼前，甚至一些事件好像早已安排好，只等你走进来。这些时候你会说真巧，会说太神奇了，却从不敢深入思考这背后是否有某种力量在运作。事实上，这些裂缝就是隐藏的暗示，它们提醒你，现实并非只有单一层面，就在第三维度的表层之上，还有另一种频率在运作。在这一层之上，存在着所谓的第五维度。在这里，分离开始消解，你与世界不再是两件孤立的事物，而是通过一张无形的能量之网紧密相连。在这里，时间不再是直线，而像是一片场域。过去、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可能性里。你所渴望的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，而是早已存在的潜能，只等你调频与它对齐。就像电台的信号一直在广播，不论你是否收听，它都在那里。第五维度同样如此，改变一切的并不是世界本身，而是你能否调整自己的意识去接收它。在第三维度，你被告知要设立目标，规划步骤，努力不懈才能抵达终点。但在第五维度，创造从来不是外部推动，而是内在的震动。当你维持一种它已经存在的频率，外部世界就会自动对齐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状态决定了现实的回响。科学其实早已给出了佐证。研究显示，当大脑进入某种波段时，身体会进入可测量的和谐状态。心脏的电磁场更能扩散到身体之外，影响周围的环境。而量子物理中的观察者效应也早已揭示，意识可以改变粒子的行为。这些发现被谨慎的包装，却足以动摇那个现实固定的叙事。换句话说，
现实并不是冷冰冰的舞台，而是会回应你的频率的场域。当你真正触碰到第5维度，你会发现逻辑彻底翻转。第3维度说，努力才有回报。第5维度说，频率创造现实。在第3维度，你追逐目标；在第5维度，你吸引目标；在第3维度，你觉得外部决定你的心情；在第5维度，你的心境决定外部的排列；在第3维度，你推着河流前行；在第5维度，你被河流带向该去的地方。于是，那些曾经看似随机的巧合开始变得精准，邂逅出现的恰到好处，事件衔接的如同排列，你再也无法忽视。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你以为的那一层。然而，这种觉醒并不总是轻松。随着频率的提升，你会发现一些旧有的情绪开始浮现，那些被压抑的痛苦、未解决的记忆、停滞的能量会被迅速推到表面。它们不是来折磨你，而是等待被化解。在第3维度，这些情绪可能要困扰你几十年，而在第5维度，它们往往在几周甚至几天就能被释放，因为新的频率根本无法容纳那些沉重的结构。与此同时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转变，曾经和你能量匹配的人可能会逐渐远离，操纵、依赖、拯救的游戏将变得无法忍受。在第5维度，爱不再是牺牲或控制，而是允许彼此走在各自的节奏中，同时守护自己的契合。这种变化有时痛苦，却也是解放，因为它意味着你已经不再受困于第3维度的旧契约，而是开始与隐藏的现实架构对齐。当你开始与第5维度接轨，你会逐渐意识到，维持频率是一种修炼，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状态，而像是一位飞行员在驾驶舱里不断校准仪器，确保航向不被气流干扰。在第3维度，人们选择环境和人群，往往出于习惯、便利或义务。但在第5维度，你必须学会新的判断方式，振动匹配。你会开始问自己，这段对话让我扩张，还是让我收缩？这个空间滋养我的频率，还是在消耗我的能量？于是，你的生活会悄然改变。你可能不再能忍受某些嘈杂的场所，可能对一些旧有的能量感到疏离，可能对某些习惯突然失去兴趣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频率自然的筛选。通过这种觉察，你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场，不让它被随意侵蚀。当你的频率稳定在更高的层次时，你会发现外部世界的逻辑开始崩解。在第3维度，你需要用尽力气去推动现实，而在第5维度，现实自动向你靠拢，机会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到来。某些人会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，事件会如同拼图般精准组合。你的角色不再是推动者，而是磁石。你吸引的是与你频率相契合的一切。你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，事情不再是费尽心力终于得到，而是顺理成章地走进来。这种体验常常让人惊讶，为什么以前要那么辛苦？为什么要把挣扎当作进步的必经之路？但第5维度的秘密并不仅仅属于个人，它的力量终将扩展到集体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开始不再被恐惧、匮乏与竞争所驱动，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会随之动摇。那些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系统，无休止的消费，无止境的比较，用焦虑驱动的生产会开始崩塌。这种崩塌不会一夜之间发生，但会像冰川缓慢融化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把能量投入恐惧与分裂，旧有的基础将逐渐削弱。你会看到，传统的控制方式不再奏效，宣传与操控的力量会减弱，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，真正的力量不在外部，而在自己的内在。当你稳步进入第5维度，你会发现一个终极的秘密，你的人生主权彻底回到你手中。在第3维度，你的选择似乎被外部所决定，经济环境、社会规则、
他人的期待。但在第五维度，你会明白，这些只是外壳，真正的智慧中心从来都在你的内在场域里。当你维持清晰而稳定的频率，外部就只能回响这个状态。于是，你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份情绪，都不再是随意的，而成为你现实的蓝图。这需要一种纪律。这种纪律不是对外部的控制，而是对内在的守护。即使证据暂时没有出现，你也依旧选择维持那个状态，因为你知道，现实终将回应。生活在第五维度，不代表你从此一帆风顺，而是你拥有了新的视角。在第三维度，问题是墙；在第五维度，问题是门；在第三维度，阻碍让人沮丧；在第五维度，阻碍是转折的入口。你不再把困境看作惩罚，而是看作通道。这种转变让生活中的挑战变得不同。你不再被压垮，而是学会转化。于是，恐惧让位于信任，挣扎让位于流动。你看见每一个事件都在为你的契合服务。当足够多的人进入这种状态，集体的能量场也会被重塑，社会会逐渐从恐惧驱动转向创造驱动。人们的合作关系将基于契合，而非竞争。生活的价值不再是拼命追逐，而是与更高的频率共鸣。虽然这过程漫长，但迹象早已显现。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，难道生命的意义真的只是赚钱、消费和比较？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求内在的平静、真实的连接与宇宙的共振。这正是第五维度的力量，它不仅改变个人的现实，也改变人类的未来。这个秘密的维度从未远离，它不是隐藏在天边，而是就在你脚下，就在你此刻的呼吸与意识之间。第三维度要求你不停奔跑，而第五维度告诉你，你本可以静静吸引。第三维度把你当作棋盘上的棋子，而第五维度让你成为棋手。一旦你真正踏入，就无法完全回头，因为你会知道，一切都归结于频率。当你选择维持与所愿相匹配的状态，现实别无选择，只能回应。这股力量曾经只掌握在少数隐秘的圈子里，而现在它来到了你面前。问题很简单，你会继续活在被给予的世界，还是调频进入那个属于你、等待你去创造的世界？请在留言区留下这一句话：愿我与宇宙保持同频，共创属于我的现实。当你回望自己的旅程，你会发现第三维度教会了你努力、追逐、比较，而第五维度正在提醒你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外部的奖赏，而是你内在的频率。你会意识到，生命从未要求你用痛苦去换取成长，那些挣扎与奔波只是旧的规则，而新的规则是一种静默的力量。当你与宇宙保持同频，现实自然会向你靠拢。这个秘密维度并不隐藏在远方，它一直就在这里，在你每一次呼吸里，在你每一次心念里，在你每一次选择的瞬间，它等着你看见，也等着你调频。所以最终的问题不再是别人如何看待你，不再是社会如何定义你，而是你要继续被给予的世界，还是要调频进入属于你、由你创造的世界。这一刻，你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。